800万拆迁款，按照对家庭的贡献值分配，所以二弟给家里买了一台空调分了400万，三妹买了洗衣机得了100万，就连小弟买个吹风筒都能分300万。而撑着这个家25年的我只得了一把锅铲。我妈靠在轮椅上说，如果没有问题，你们就签字吧。见我没动，分到钱的人纷纷看向我，而我看向我妈，语气很轻，妈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我的份？因为你对这个家没贡献。我心口一滞，愣了很久，最后放下锅铲，褪下围裙，说了句好。我妈偏瘫靠在轮椅上，身下是我为她亲手缝的爱绒陈皮腰垫。二弟于志恒坐在她左边，低头刷手机。三妹于念坐在右边，给她捏脚捶腿，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。小弟于志明最心急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点击，嘴角还压着笑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们3个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老房子终于拆了，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没有丝毫愧疚。你是老大，照顾家里，照顾弟弟妹妹，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现在又单身一个人，没必要跟他们争这些。快去做饭吧，大家都饿了。他们3人各忙各的，没说话。我低头看着那把我用了25年的锅铲，木柄已经磨得发亮，边缘也有些变形，心口骤然像被冷冰冻住。我把围裙放在椅背上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喝完放下，往大门口走去。我妈声音有点急，你不做饭要去哪儿？我出去透透气。刚走到门口，小弟抬头喊住我，我停住脚步，回头，小弟眼睛亮晶晶的，里面满是兴奋。大姐，你还没签字，先把字签了吧。我比小弟大15岁，他是我一手带大，那个时候真的很苦，可一看到他灿烂纯真的笑脸，苦和泪都淡了。可现在他的笑容再也暖不热心底的寒意。我说我没钱，不用签字，你们签了就行。小弟睁着天真的大眼睛，那怎么行？好歹也得写一行放弃拆迁款的保证。不愧是我家读书最多的孩子，想得比其他人周到。我却没动，问我写不写重要吗？二弟站起来，大姐，这都是妈的安排，你不会是生妈的气了吧？生气吗？好像也没多气，只是心里堵得难受，脑子一阵阵发懵。没有。三妹转头看向我妈说，妈，要不给大姐分点钱吧？二弟瞪她一眼，要分你自己分，好不容易有了钱，不用租房住，我还指着这钱买房子供我儿子上学呢。小弟举起手，我不打算考公了，拿这笔钱做生意去。三妹嘴唇动了动，又垂下头。二弟看向我，大姐，我觉得志明说的没错，你还是得写句话。写什么？当然是写你放弃拆迁款啊。我笑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笑，深吸一口气说，好，我写。我走到我妈旁边，蹲在她身边写了一行字，本人自愿放弃800万拆迁款，然后一笔一画签上我的名字。于静，丢下笔，我看向他们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妈笑着点点头，语气自然得跟往常没两样。中午别忘了回来做饭，你二弟爱吃你做的红烧肉，小弟也念叨好几天了。走在被卡车压得开裂变形的水泥路上，想起16岁那年，爸爸意外去世，葬礼上，我妈拉着我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大，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妈身子不好，弟弟妹妹还小，你一定要帮妈撑起这个家，妈以后就靠你了。那天，我穿着不合身的校服，站在爸爸的墓碑前，咬着牙点了点头。从那天起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梦想，都要为这个家让步。我本来可以考上大学，我本来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的未来，可我放弃了。葬礼结束，我一边抱着刚会走路的小弟，一边给伯伯叔叔磕头，谢谢他们帮我操办爸爸的身后事。我妈生了4个孩子，大出血1次，身体亏损严重，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辍学第1年，我在大伯家学下稻种，学培秧苗，学插秧。毒辣的太阳晒得皮肤脱皮，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，连握筷子都疼。农忙完，就跟婶婶一起给果农摘果子，弯腰低头一整天，腰像断了一样，一天能挣50块。没果子摘的时候，就去山上挖草药，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秋收时，我四处求人帮我家收庄稼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笨拙地干着农活。辍学第2年，我把家里的田地都种上果树，树苗长大结果得3年。这3年里，家里不能断了收入，
我开始穿梭在镇上的各个小工厂打零工。3月开始做塑料筐，车间里温度很高，塑料融化的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，手指被烫出血泡也不敢休息。5月、6月给农户摘果子，7月以后在珍珠厂把玻璃磨成珠子，粉尘飘得满脸都是，呛得人咳嗽不止。到了冬天，手冻得像馒头，晚上下班还得去养鸡场捡鸡蛋，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那些年，我常常累得半夜偷偷哭，第二天依旧咬牙爬起来干活。一年到头，身上穿的都是别人剩下的旧衣服，可弟弟妹妹需要钱，我从来不含糊。就这样，我像个陀螺一样，连轴转了1年又1年。终于，二弟考上大学，顺利结婚，三妹也大学毕业，我的压力终于小了些。那年我已经30岁，媒人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，是隔壁村的，人很老实，我们简单结了婚。婚后，我一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家，一半精力依旧放在娘家。本以为日子能慢慢好起来，可5年后，我妈突然瘫了，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。二弟说工作忙，三妹也刚结婚，小弟说要专心学习，没人愿意接受。我不得不再次挑起娘家重担，整天围着我妈转，喂饭、擦澡、翻身、端屎端尿，日复一日，没有一天空闲。就这样坚持了2年，老公终于忍受不了，我提了离婚，让儿子跟了他。离婚那年，小弟大学毕业，毕业后找不到心仪工作，坚持考公，一考就是3年。我无条件支持了3年，我把半辈子的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个家。我以为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可我妈却说我对这个家没贡献。800万拆迁款没给我1分，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是我妈，你在哪儿？我抬头看了看，说在桃园，25年，优胜劣汰，换了3茬桃苗，明年才能见收成。我妈不满道，怎么还不回家做饭？我说妈，有些事我需要捋捋，大家都还饿着肚子，天大的事也得先吃饭，赶紧回家。回家哪个家？马上要被拆的家。曾经我有个家，因为他们亲手被我抛下了，我没有家了。我挂了电话，脚步却没停，浑浑噩噩走到隔壁村前夫家门口，房门关着。前夫在市里上班，把儿子接去上小学。在这里住的5年，是我难得的快乐时光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准备离开，可我该到哪儿去？我没有家了。邻居张婶出门看到我，笑着说：“是于静啊，听说你娘家拆迁赔了800万，运气真好啊！你为娘家操劳一辈子，你妈不得给大头补偿补偿你？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张婶过来拉着我的手，小声说：“大海一直没再婚，说放不下你，等拆迁款分了，给你妈请个护工，跟大海复婚吧。孩子不能没有妈，你为他们贡献了大半辈子，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。”我身子一震，愣在那里。这辈子我一直在为他们忙碌，为他们活，好像从来没让自己歇过一天。我想起自己这25年的付出，想起被我放弃的未来，想起离婚时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想起我妈那句“你对家里没贡献”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如果我1分钱没分到，她还愿意跟我复婚吗？张婶睁大眼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小弟打来的。姐，你在哪儿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告诉他一会儿就回。我抹掉眼泪，跟张婶告别。回到家，重新系上围裙，拿起那把锅铲，默默走进厨房做饭。我妈坐在堂屋，满意的点头。我就说：“你们大姐是扛事儿的人，不会因为这点拆迁费闹脾气的。”弟妹们站在一旁，暗暗松了口气。吃饭时，三妹端着碗给妈喂饭。我妈看着她，语气自然：“小念拆迁款到账了，你拿20万，给我在镇上买套房子，最好离医院近点，方便你大姐照顾我。”三妹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低头嗯了一声。我妈咽了口饭，又开口：“以后你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。医生说坚持理疗，或许我还能重新站起来。”三妹皱起眉头，抬头看向对面狼吞虎咽的二弟和小弟，小声问：“理疗要做多久？”我都瘫6年了，短则6、7年，长则10来年才见效果吧。三妹猛地放下碗筷：“妈，拆迁款我不要了，你自己拿着吧。”我妈瞪着她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嫌弃妈麻烦？”三妹脸憋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没半点胃口，放下筷子，语气平静：“妈，拆迁款下来了，你让他们给你请个护工。我准备走了，不能再照顾你。”我妈愣住了：“你要走？
走去哪儿？去市里找个活干。好端端的你发什么疯啊，于静！我妈急了，声音拔高：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视线扫视一圈，他们拿了拆迁款，不会不管你的。闻言，二弟和小弟终于抬起头，一脸错愕地看着我。我妈眼眶红了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就为了那点拆迁款，你就闹脾气，不管你妈了。我看着她，妈，我管了你25年，管了这个家25年，我累了，管不动了。不等我妈说话，我站起身走进卧室收拾行李。出门时，他们都站在门口，用看罪人的眼神盯着我。二弟快步上前，拉住我的行李箱：大姐，你不能走。我盯着他眼睛问他，为什么我不能走？他眼神闪躲，侧过脸：你要照顾妈她。我打断他，她是我一个人的妈妈，我照顾了妈25年，是不是该轮到你们照顾她了？二弟眉头皱成一团：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怎么照顾妈？那就把妈接过去，跟你老婆孩子一起养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妈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我接过去不是给家里添乱吗？我笑了。妈瘫了6年，我伺候了6年，从爸去世，我照顾了妈25年。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她有4个孩子不是吗？可你是老大，照顾妈不是应该的吗？况且妈也习惯了你的照顾。心脏梗了一下，呼吸滞涩。于志恒，我是老大，但我也只比你大1岁。天下没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。你就是在生气妈没给你钱，所以故意挑事儿。钱是妈分的，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就撂挑子不管妈，把气撒在我们头上。我转头看了我妈一眼，她脸色难看到极点。于志恒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妈瘫痪时你已经结婚7年了，这7年你给妈拿过钱吗？你照顾过妈1天吗？她不说话了。我说没有，你没拿过1分钱。自从妈瘫痪后，你老婆孩子更是来都没来过。这7年你连看她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每次来只拎一串香蕉。你现在分了400万，可以给妈请个更专业的护工，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把她丢给我。二弟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我妈捶着沙发扶手，声音哽咽：让她走，让她走。我看她真能那么狠心，看着我这个老太婆死在屋里。我包里有2个本子，我掏出其中一个递给二弟，照顾妈的注意事项我都记在本子上。转头看着我妈：妈，我不是不想管你，我只是累了，我也需要休息。我拖着行李箱走了，在市里租了一个小单间，500块1个月。第3天，小弟打来电话，语气很冲：于静，妈都被你气进医院了，正在抢救，你还不快滚回来！我心里一沉，急忙打车往回赶。刚走到走廊拐角，就看到二弟和小弟靠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抽烟，三妹坐在旁边凳子上，头垂得低低的。小弟吸了一口烟，吐着烟圈抱怨：大姐会不会回来啊？他知道我打电话骗他，会不会削我？二弟烦躁地把烟头弹出窗外：大姐最疼你，肯定不会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再说了，妈还在病房里躺着，她就算再生气，也不可能不管妈。三妹突然干呕2声，表情带着一丝虚弱和抗拒：要不然还是给妈请个护工吧。我真干不了。话音刚落，她又干呕起来：护工那么贵，谁出钱？我这钱还要留着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做生意呢，要不过几天我们都走吧，到时候就只能大姐去结账。三妹点点头：对，大姐最心软，肯定会承担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。3个人齐刷刷看了过来，脸上表情各异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朝病房走去。推开门，我妈脸色很不好，不是病的，是气的，气我一走了之不管她。我妈行动不便，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，他们嫌脏嫌麻烦，就让我妈硬憋着。憋了整整2天，我妈实在忍不住，腹痛难忍，他们才把我妈送到医院灌肠。三妹在旁边帮忙，结果直接吐了。二弟和小弟也躲得远远的，没人愿意接受。他们实在没办法，才编造出我妈被我气病抢救的谎言，骗我回来替他们伺候我妈。我走到病床边，语气平静地说：妈，既然没事，那我就走了。听到我的话，我妈语气激动起来：我把你养这么大，
你就是这么对我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我妈哭着说，你不准走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指了指门口，语气平淡地说，他们刚才商量好了，请个护工伺候你，你们分了800万拆迁款，总付得起护工工资吧？三人脸色瞬间白了。我妈又激动起来，你就是记恨我没给你分拆迁款，你二弟要养家糊口，没钱不行。你小弟还没结婚，以后买房彩礼花钱的地方多着，还有你三妹，她已经嫁人，手里没点钱傍身，婆家会看不起的。他们3个都实实在在给家里买了东西，分得多是应该的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二弟买的空调是他自己嫌屋里太热，三妹买的洗衣机是他不愿意手洗衣服，小弟买的吹风筒是他自己吹造型用的。可这些在我妈眼里就成了对家里的贡献。就因为我是老大，所以他一句应该就否定了我25年如一日的付出。我懒得跟他争辩，转身不顾他的嘶吼，朝着病房外走去。刚走到电梯口，二弟猛地冲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姐，你还不能走，妈住院花了5000块钱，这钱你得付。我愣了一下，无奈笑了，你分了妈的400万拆迁款，怎么好意思跟我要这5000块钱？那不是还没拿到手，那你们3个人平摊吧，别忘了这些年妈的住院费治疗费都是我出的。二弟脸色瞬间涨得通红，却不肯松开手。小弟追了过来，大姐你就别闹了，不就是5000块钱吗？赶紧给二哥吧。看着他们冷漠的嘴脸，心里最后一丝微弱的期待也彻底破灭了。我猛地用力甩开二弟的手，你们分了拆迁款，就该承担起照顾妈的责任。我告诉你们，别再想着找我兜底，别再想着压榨我。二弟气得脸色铁青，指着我浑身发抖。于静，你太绝情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笑了笑，眼里没有丝毫畏惧。报应？把你们养成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确实是我的报应。以前我替你们扛得太多了，以后该轮到你们自己扛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离开。又过了3天，三妹给我打来电话，大姐，大伯一家拿到拆迁款就要搬到外省定居，让大家明天约一起吃顿饭，以后可能……我打断他，大伯以前帮了我不少，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道谢。第二天中午，小弟又打来电话，我直接挂断。在第5个电话打过来时，我接了，对面传来小弟惊慌失措的声音：大姐，你快回来啊！孙大海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跟二哥打起来了。孙大海，我前夫。我说这样的把戏玩一次就够了，我不会再上当。大姐，这次是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再不回来就要出人命了。直到我听到孙大海的吼叫声，才不得不相信，你们一家都是扒在于静身上的吸血鬼。吸血鬼！我火急火燎赶回老家，亲戚和邻居们都在，却不见孙大海人影。二弟头上见了血，小弟鼻青脸肿，我妈倒在头发凌乱的三妹怀里，不停抹眼泪。酒席被掀翻，菜汤泼得满地都是，一片狼藉。大伯一家坐在一旁，脸色严肃。有人小声议论，孙大海说老于家1分钱没给于静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要是真的，那也太刻薄了，难怪人家前夫都看不下去来闹一场。是啊，于静从小就担着这个家吃了多少苦，他们不会看不见吧？我没在意议论声，轻轻走进去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二弟猛地站起来，怒气冲冲地冲我走来：“请你来，你摆架子闹脾气不来，为什么又唆使孙大海过来胡闹一场？”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我不知道他会来，也没让他过来闹。二弟根本不信，眼睛瞪得通红：“你口口声声说不要拆迁款，你们都离婚了。若不是你暗地里唆使他来分钱，他会再掺和我们家的事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为了钱跟自己家人耍心眼的人。二弟被我问得语塞，咬着牙不说话。我又转头看向小弟：“你也觉得是我指使孙大海这么干的？”小弟梗着脖子：“就算你没教唆他这么干，也是你透露了消息给他，你接我们家的短。”我脑子空白一瞬，浑身发冷，麻木地看向我妈：“你们不给我分钱，难道这个事实我也不能说吗？我非要把这个哑巴亏咽下去，再跟你们眼家和万事兴，你们才满意吗？”我话刚说完，大伯突然站起来，目光凌厉地看向我妈：“弟妹，你们不是一口咬定是小静自愿放弃拆迁款的吗？”
我妈浑身一僵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就是她自愿放弃的，还签了保证书的。没想到她签完就跑了，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管了。”小姑第一个站出来质问：“嫂子，你这话我可不敢信。小静什么性子在座的没人不知道，我们可是看着小静怎么撑起这个家的。她要是想跑，16岁那年就跑了。是啊，不会是你们真的一分钱没给孩子分，她心寒才离家出走的吧？”大伯走到我身边，用力抓住我胳膊，说：“你妈到底怎么分的拆迁款？大伯给你做主。”我心里一暖，轻轻笑了笑：“大伯，没事的，你别管了。”大伯却急了：“我不管谁管？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再受天大的委屈，我怕我死了都没法跟你爸交代。”这句话像根针，刺破了我所有的坚强。我眼圈一下就红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大伯看着我，语气放缓了些：“你妈给志恒多少？”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沙哑：“400万。”大伯皱紧眉头，又问：“志明呢？”“300万。”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响起一阵倒抽泣声，亲戚们脸上满是震惊，有人忍不住小声议论：“我的天，这么多！2个人就分了700万。”大伯的脸色越来越沉，又看向三妹：“念念呢？100万。”大伯忍着怒气继续问：“他这么分的依据是什么？贡献值？”二弟给家里买了1台空调，三妹买的洗衣机。我妈突然崩溃大喊一声：“于静，不要再说了。”我顿了顿，还是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小弟买了个吹风筒。”大伯猛地一拍大腿，盯着我妈的眼神满是失望、荒唐。所以真的1分钱没给你，那他给你了什么？我忽然笑了，一把锅铲。我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院子。瞬间，院子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没人说话，只有我妈压抑的哭声。你是老大，照顾家里，照顾弟弟妹妹，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你非要说出来吗？你让你弟弟妹妹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自私？我反问他：“妈，我自私吗？我16岁辍学，撑起这个家25年。我供弟弟妹妹读书成家，我自己没吃没穿，没享过一天福，我这叫自私。那他们呢？他们拿着我付出换来的一切，心安理得地分着拆迁款，连一句感谢都没有，这叫什么？”我妈沉默了。妈，我的声音有些发颤。这25年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做饭、洗衣、种地、打工，供他们读书、结婚。我没吃过一顿好的，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甚至没敢好好休息一天。你说按贡献值分拆迁款，我这25年的付出就值一把锅铲。二弟皱了皱眉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：“大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些都是你应该做的，谁让你是老大？”三妹也开口了，支支吾吾：“大姐，妈给你一把锅铲的意思是会跟你一直生活在一起，能一直陪在妈妈身边，不比什么都强啊。”小弟更是一脸无所谓：“大姐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用什么钱了，那笔钱给我们，让我们把日子过好，不更有意义吗？再说了，你是老大，让着我们点怎么了？”我看着他们3个，看着我妈冷漠的脸，忽然觉得无比可笑。25年，我像一头老黄牛，把自己的青春、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家。我以为我的付出，他们总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可到头来，我得到的却是一把锅铲，一句“这是你应该做的”。我这辈子最可笑的事，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当成了自己的责任，把自己的青春都耗在了一个从不珍惜我的家里。我从包里掏出那个泛黄陈旧的本子，走到二弟面前，我问：“志恒，妈说我对这个家没贡献，你也认同吗？”他犹犹豫豫开口：“你是大姐，你应该……你知道我这个比你大1岁的大姐，着25年一共给你花了多少钱吗？”二弟瞪大眼睛：“从初3开始到2个月前替你还的2000车贷，一共32.6万。32.6万，对，32.6万。你知道32.6万对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来说有多难挣吗？”二弟咽了口吐沫：“你看我今年41岁，可我头发已经白一半了，这就是当大姐的代价。我之所以拿本子记着，不是想日后跟你们算账，而是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，我怕太忙太累，忘了给你们打生活费，怕我稍微懈怠就挣不够你们的学费。
二弟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，双目无神。我转身走到三妹面前问：三妹，你也觉得我对这个家毫无贡献吗？大姐，我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点点头。可你也认为我是大姐，就应该事事给你们兜底，对不对？三妹垂下头，脸涨得通红。爸去世那年，你刚上初中，你成绩好，被重点好初中和高中录取，学费全免。大学有奖学金，还会做兼职，给大姐省了不少心。你从小就挑嘴，嫌学校食堂不好吃，我每个月多给你200改善伙食。出嫁时，你说想要像样的嫁妆，我卖了孙大海给的3金，掏空积蓄给你凑了8万当嫁妆。这25年，我给你花了21.4万。我又看向小弟，摸了摸他的头。爸走的时候你才1岁，你是跟着我屁股后面长大的。你从小就调皮，我没少给你收拾烂摊子，没少挨老师和家长骂。因为你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总被人欺负，即使闯祸了，我也舍不得打你骂你。你的账单比你2哥3姐加起来都厚，不过也才28.8万。小弟鼻尖通红，眼泪大颗大颗流下来。大姐，最后我看向我妈，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。你这25的花销我就不跟你算了，你心里清楚，你瘫痪的6年，我是怎么照顾你的。我不是非要把这些事抖出来，我也不是非要拆迁款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我对这个家有贡献，而且很大。我省吃俭用，供他们读书成家。我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长大，一个个成家立业，心里只有欣慰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我以为我做的这一切，你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可我错了。你们早已习惯我的付出，习惯我为你们兜底，习惯了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在你们眼里，我这个老大就应该牺牲自己，成全你们。我不是不孝顺你，只是我累了。我付出了25年，我真的累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大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沉重：傻孩子，你太苦了。小姑红了眼眶，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后来我妈还是会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哭着劝我回去。每次我都耐心地听着，却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头。有一天，我在超市上班，遇到了三妹。她穿着精致的连衣裙，背着名牌包包，身边跟着她的孩子，看起来过得十分惬意。她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语气带着一丝尴尬：“大姐，你在这里上班啊？”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继续整理货架，没有多余表情。“大姐。”三妹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之前拆迁款的事委屈你了，我跟二哥、小弟商量过了，想给你补点钱。你看，不用了。”我打断他：“我不需要你们的钱，拆迁款是妈分的，我尊重她的想法。”三妹吸了吸鼻子，哽咽道：“大姐，对不起，你为我们牺牲了太多，我们全家都欠你的。”“不用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我已经放下了，现在过得很开心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走向仓库，留下三妹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听说二弟用拆迁款买了一套大别墅，还买了一辆车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小弟用拆迁款开了一家游戏厅，做起了生意，而我妈被二弟接去了别墅里住。可没过多久就被二弟妹嫌弃，为此二弟媳没少争吵，夫妻渐渐离心。我妈被送到了小弟的游戏厅旁边的小房子里，小弟第一次做生意，忙得焦头烂额，也没心思照顾他。三妹偶尔去看看他，也只是走个过场。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她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有给我分拆迁款，后悔没把我的付出当回事。她说她想跟我一起住，想让我照顾她。我听着她的哭声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妈，我说我可以给你寄钱，可以给你打电话，可以偶尔去看看你，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我跟大海复婚了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电话那头，我妈的哭声越来越大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挂了电话。25年的付出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我没有欠他们的，欠我的，他们也永远偿还不了。晚上，我回到家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，一家人坐在餐桌前，开心快乐地吃饭。晚上，老公搂着我说：“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那个为了家庭牺牲一切的老大，你只是你自己，一个为自己而活的普通人。”窗外的夜色很美，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，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